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在江苏盐城中汽研试车场带给大家最新的报道。那今天要试的车就是这一台吉利全新星越 L。关于这台车，我们已经在上海车展跟大家做了全面的静态介绍。不过，确实这台车引来了非常多的关注，原因在于它的轴距达到了2.845米，是目前 CMA 平台最大最长的一台车，车长4.77米，已经超过了途观 L， 在这个级别上啊，已经是超越了很多同级别的合资品牌 SUV 了。但是吉利非常谦虚，把它称之为紧凑型 SUV。那如果是其他品牌，可能早就飘了，但吉利他们说啊，这台车之所以定义为紧凑型 SUV， 也是为了定义未来这个级别市场的一个标准。看来吉利的野心不小啊。其实吉利星越 L 的这个 L 还是有深意的，它不光是星越的加长版，说这在轴距啊、车身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提升。同时呢，它还有一个概念，就吉利提到的豪华 Luxury 啊。那这个 L 呢，也同时代表了现在 CMA 平台下面它所能够打造的最好的一台车。那这台车，我觉得外观方面有3个优点。第一是车头饱满，看看它这个进气中网非常有气势，然后贯穿式的镀铬饰条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呼应。另外就是这个灯组啊，非常的犀利，6条式的这么一个日间行车灯，带来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。另外第2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车身的侧面显得比较豪华，看看它这么多的镀铬饰条装饰，让这个饱满的车身有了更好的视觉效果。另外呢，配了这么一个大尺寸的轮毂，也显得非常的大气。第3点呢，就在尾部贯穿式的设计上面，也是迎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主流审美。所以从外观来讲，全新的吉利星越 L 啊，确实非常能打。那看完外观，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车内到底什么样的情况。这个2.845米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排空间呢？前排按照我的身高调好，那坐进后排进来的这一瞬间就觉得很轻松。然后腿部的空间当然不用多讲了，来比划一下。大概3圈左右的一个状态，看来2.845米的轴距带来很好的一个空间体验，并且它地板下沉也做得很好。座椅的宽度，我想啊，应该是比途观 L， 包括像 CR-V 还有 RAV4 这样的车都做得更好，并且它的座椅更加的柔软。腿部空间这么多，那头部空间呢也非常的充裕，1拳3指左右，也就是说这个后排空间啊，比途观 L 的表现更好一些，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些中大型 SUV 的这个后排的感觉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能感觉到中间它这个隆起虽然很明显，但是呢，因为空间感很强，脚部怎么样去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且这台车它的宽度是非常宽的，横向空间给留得很足，所以它的中间这个座椅的坐垫不短，把整个臀部给支撑住的同时呢，腰部的支撑也可以做得很好，并且这个座椅最好的好处是什么？它的倾斜角度做得不错，而且两边还有这么多的凹陷，给人感觉是嵌在里边的，这种舒适感是同级别很多车型所没有的。开上星越 L， 第一感觉它的这个视野非常好 ，A 柱一点都不挡视线，然后整体的这个坐姿是可以很高的，然后车头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厚，然后给人感觉你是可以很从容，并且很有信心的去开它。然后方向的转向呢，其实在舒适模式和经济模式下面都比较轻柔，这一点对女司机来讲我觉得比较友好。然后这个油门的钝化其实做的还蛮刻意的，就如果是标准模式、舒适模式是这个钝化1，那这个经济模式就是钝化 Plus。
其实在初段的这种钝化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去考虑更多经济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吧。这一台高功率发动机本身它的功率比较大，175千瓦，峰值扭矩350牛米。如果你在猛踩全油的时候，它会超增压模式，还要加上30牛米，所以其实这么高的功率对于油耗来讲还是一个考验。那我回到主题上，在赛道上面的一个试驾，从油门的这个响应来看，其实不管它再怎么钝化，毕竟功率摆在那儿，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输出。其实在经济模式下，你都还可以开出一种比较快的感觉，然后如果是在舒适模式下，它的动力的一个响应就非常好了。现在下了一半油门，上80、90、100，那是轻轻松松。那如果稍微多踩一点，看看这个发动机的响应，立马就像变了一样啊，很快的，这个提速的过程非常快。据说它的100公里加速是可以达到7.7秒，那我坚信确实它的实力是具备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运动模式，因为在运动模式下面才真正进入一个非常这有驾驶乐趣的状态。因为星越 L 在底盘调教上面是非常稳的，刚才我试了2把，从低速到高速，发现它的侧向支撑以及在连续 S 弯的重心转移做的都很好。这一段只要带一点方向，看看60多70不推头，然后今天本来就比较湿滑，甚至连这个明显的侧滑都没有，也就是这个底盘它的这个回馈和响应也真的是做得太好了吧。你要说同级一些日系的 SUV 在这样的赛道速度哪怕稍微快一点，可能就很容易去推头了。在操控的层面上面，星越 L 的乐趣甚至高于途观 L。整体来讲，在赛道上面，星越 L 的这种表现超出我的预料，甚至说在同级别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。那接下来咱们要体验的项目呢，是这种比较复杂的极限测试。这个极限测试是我们通常遇不到那么多的一些情况，比如说绳索路这样连续的波动，它会带来悬挂的一些弹跳，那么考验到的就是悬挂的弹跳意志以及横向摆幅。今天地比较湿滑，包括这个绳索，就这个钢制的绳索也比较滑，看它会不会有横向摆幅。现在我感觉车辆的稳定性是非常好。其次呢，就是在弹跳的意志以及震动的过滤上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悬挂的整体感也非常强，给人感觉这台车它的这个对人的驾驶的这种感觉是信心满满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遇到的就是这样连续的这个井盖路。平常其实我们遇到的一些新修的路可能就是一条直线，偶尔会遇到这么一些圆饼，但是这儿呢圆饼之密集。在这样的路况下面，4个轮子所承受的这个一些压力是不同的，但是他们在协同性上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，给人感觉车架并不散，非常的整，然后整体的这个弹跳的意志呢也能够在接受范围，并且舒适性的保障基本上还做得很好的。你看我们坐在这个座椅上面也没有过多的横向摆幅呀、弹跳啊这种。然后接下来现在大家都听到了，应该是有嗡嗡的声音，这是一个锯齿路。平常很多的一些新修的乡道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那么在噪音的抑制和震动的抑制上面已经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地步。我们要知道星越 L 它搭载了有这个 ANC 主动降噪技术，在这一点上音响可以去抵消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噪音。然后我们刚才通过到是一个正弦波路，这种路况呢其实平常遇的蛮多的，一些什么减速带呀，包括一些坎儿啊什么的过去，那能够看到一侧的这种弹跳和另外一侧的支撑，它这一点上星越 L 同样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就对于星越 L 的这一套底盘悬挂系统，通过前4项的了解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，但是没有想到上了这个鹅卵石路之后，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观念。它的底盘悬挂的这种整体感之强，然后底盘悬挂的震动抑制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步。
看到我现在在说话的过程当中，声音的颤抖也并不是特别大。然后如果换做其他一些车产生多余的共振的话，可能整个人都在抖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反馈，并且啊，在稳住方向盘的时候，车辆的这个方向也是控制得很好的。同样，对于5项这种极限的测试，一方面考验到底盘悬挂，另外一方面考验到的就是车辆的这个稳定性。现在对于车头的指向性依旧是非常的准确的，车辆的这个悬架整体的配合那是相当不错。走完短赛道试驾，我们再去看看它的专项体验到底怎么样。来到动态广场性能科目体验区，看看有哪些有意思的项目。所以我们了解了一下，这个里边的项目是有直线加速、紧急制动、紧急避让，还有一些 S 弯，还有包括一些比较一个大的回头弯。整个这个赛道是比较窄的，所以看看接近1.9米宽的这一台星越 L， 它的动态表现会怎么样吧？走嘞！哇，直线加速的第一脚油门下去，动力就很充足，上100是没有问题了。到了绿桩这儿，全力制动，刹车很线性，并且它能感知我的刹车意图，然后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就可以进行刹车了，感觉这个它的制动力特别强。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紧急避让，这个紧急避让简直太轻松了，因为刚才我们在赛道当中去试驾的时候，发现它的侧向支撑啊，包括重心的转移等等做的都很好。回到了这么一个回头弯过来也是很轻松，再一次直线加速，依旧是有非常好的匹配表现。这一台其实是一个中功率的发动机，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。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吉利自家的做了很多次调教，之前领克在用，但是我敢说这一套系统应该是做过重新标定。这种感觉开起来完全不一样了，非常的顺滑，而且它的响应也很积极。其实作为主流的主力车型啊，中功的看来应该是会受到很多欢迎。再来说，现在连续的 S 弯，别看这台车1.9米左右的一个宽度，但在过这样的一些限宽门 S 弯的时候，还是游刃有余，最后就完成了整个5项的一个体验。其实这么下来，我们是没有碰撞的，速度还挺快。今天星越 L 还真的让我有些大开眼界啊！好，那么最新的星越 L 在设计、颜值、还有空间配置以及动力等等都是非常能打的呀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之前的星越上市之后，现在月销1万，大家用这个在投票了。那星越 L 和星越一样，都是类似的一个打法。首先是空间大，然后呢，在这个配置上面还有动力上面，全新的 2.0T 全系都是，所以给人感觉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那现在就要说到价格上面了。对于这一台星越 L， 它的定价到底是多少呢？因为它定义紧凑型 SUV， 我想价格应该会有惊喜。作为一台有着30万元实力的这么一台车，价格如果定在16万以内起步的话，将会是非常有诱惑力。你觉得呢？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。如果你对这一台车感兴趣，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聊起来。好了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就是咱们的彩蛋了。现在看到我身后这台星越 L 是停在了这个交叉轴的上面。那车身的抗扭性怎么去考验呢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开尾门，结果我们发现它打开尾门非常的顺畅。并且你看它的四驱系统号称是自主品牌最强四驱，看来这样的重度交叉轴也能通过，实力不俗哦。接下来就是一个30度的斜坡，看看它怎么样上这个驼峰。对于驼峰来讲，很多城市 SUV 非常的惧怕，因为他们的这个爬坡能力还有四驱系统的标定做的确实没有那么好。但是你看 CMA 平台整体它的车辆的通过性还有越野能力都是非常强的。星越 L 作为最大的一台 CMA， 也同样很轻松的就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驼峰。下去以后呢，接下来就是一个轮滑组，而轮滑组对于很多城市 SUV 来讲也是一个噩梦。那看看星越 L 通过起来到底怎么样吧。刚才其实我已经小试了一把，告诉大家的是，
开起来很顺畅，即便是低扭状态，1100转还没有达到最大扭矩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进行脱困。原因在于四驱系统的介入是做的恰到好处。看看3个轮子全部在轮化组，只有左后轮在平地上，那看看它的脱困能力到底怎么样吧。实际上我刚才开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打滑。好，前轮打滑，后轮打滑了一下。其实很快，大概也就1秒左右就脱困了。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像日系的 SUV 两驱的车，甚至连这样的轮滑组都不能够通过。其实，在这个级别、这个价位，自主品牌也好，合资品牌也罢，他们的这个硬核实力还是有长有短。但对于星越 L 来讲，今天我们总体的体验下来，这一圈不论是动力也好，空间还是操控，以及舒适性、静谧性等等，都做得非常的全面，长板拉得很长，短板几乎没有。自主品牌真的是越来越强了，而这个吉利星越 L 为代表的紧凑型 SUV，或许真的就是咱们的未来。